在我生日宴当天，未婚妻和我一手捧红的影帝，趁着我放水的空隙放肆热吻，被我抓现行的奸夫眼神迷离间，还不忘冲着我挑衅。我淡定地打开录像，透过屏幕观看免费的表演，本只是想把这段表演做退婚的理由，却不想他们倒打一耙，将我推上风口浪尖，舆论逐渐发酵。我反手将视频甩出，未婚妻林斐坐在顶楼天台上，哭得仿佛是我出了轨。看到我这么狼狈，你满意了是吧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准备回包厢的时候，我被甲方的电话拦住，安排好工作，我马上赶了回去，却看到虚掩的门半开着，被我一手捧红的影帝周耀之和我的未婚妻林斐上演绝美激吻现场。周耀之充满欲望的双眸带有挑衅地盯着我，我掏出手机，面无表情地打开录像功能。他看我举手机，反而更来劲了。我忍下浑身的愤怒，冲着大堂经理指了指他们。大堂经理显然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，连忙叫了几个人走了过去。不好意思，二位，楼上有房间，不如二位上楼再继续。这里是墨城最高档的餐厅，自然不会有人私自讨论什么。经理满脸笑容，我站在一旁看着难舍难分的两人。林斐反应过来，有些羞愤。周耀之倒是来了劲，双手开始不安分地游走着，两人的喘息声竟越来越大，俨然一副发情的模样。二位，这里是高档公共场合，还请不要打扰到他人。如胶似漆的两人分开后，我按下了结束按键，收起手机。何总，肥姐只是在帮我走戏，你应该不会误会吧？看着林斐脸上还没褪去的暧昧，我抬手朝周耀之砸过去一拳。他生生挨下这一拳后，愤怒地瞪着我，却不敢有任何动作，朝着坐在凳子上没动作的林斐看了一眼。何故？给大家都留点体面不好吗？林斐一脸不耐烦，感受到周围人的目光，头几乎要埋到桌子下。刚才倒是没注意到他还要脸呢。我嫌弃地看了眼两人，以后不要再联系了，我嫌脏。这话是同时对他们两个人说的，一个是我亲自带回家的未婚妻，一个是我亲手捧起来的当红艺人。其实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早就开始有裂隙，不过是我在装傻，两人尽可能地维护着，谁都没有先一步拆穿。何故？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副自视清高的模样，整天端着个架子给谁看？听着林斐的声音，我收回已经迈出的步伐，回头看着他，精致的五官却无法掩盖那愤怒扭曲的表情。精心呵护了那么多年的女孩，什么时候长成了这个样子？实在让人觉得可笑。我攥紧了拳头，我短时间内不想见到你。何故？这可是你说的。林斐的语气颇为不屑，众目睽睽下牵着周耀之离开。10年前，我就是这样把他带出林家的。那年，林斐他爸的外甥带着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妹妹进家。林母想不开，从7楼一跃而下，摔得血肉模糊。林家把这事死死地压着，没过几天就娶了新人进门。他则是整日被继母折磨得遍体鳞伤。是我在自己父亲书房门口跪了3天，用何氏集团2000万的合作将他换了出来。我爸妈对他就像对亲女儿一样，只是没想到我妈病重的时候，我求着他回来看看，他却各种理由拒绝。难为我妈在去之前最后一句话，还是要我好好对她。林斐，我当初就该放任你自生自灭。他顿住脚步，回头脸上满是张狂的笑，笑中的嘲讽让我十分厌恶。
你把我带回去就是帮我了吗？他露出厌恶、嫌弃，甚至鄙夷的表情。你把我带回去，不就是为了给你自己找个老婆吗？不过是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。我突然想笑，却又笑不出来。这么多年，他竟是这么看我的吗？我就不该为了把他带出林家而和他订婚，更不该喜欢上他。林斐肆无忌惮地在周耀之喉结上落下一吻。何故？有本事你就取消订婚，那样我说不定会高看你一眼。他说着，拉着周耀之的手转身离开。我看着两人的背影，不禁笑出声来。他还是没有认清现实。周耀之之所以敬着他，不过是因为他的背后是我。何总，林总已经在办公室等您了。回到办公室，我刚进屋就看到林石正眼含笑意地盯着我。我和林石四目相对，他勾唇笑得轻佻，整个人表现出一副勾人的模样。何总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忍呢？与其委曲求全，不如看看我哪一方面都比姐姐好用哦。林石是当初和林斐继母一起回林家的人，也算是林斐的妹妹。可她自高中就离开了林家，大学自己创办的公司，仅仅3年就带领林氏强势上市，实力不容小觑。望着那与林文相似的面容，我敏锐地察觉到她的话里有话。打开手机，我就看到了手下发来的报告，是周耀之新发了一个微博，嘴角带血迹的自拍，文字却很励志。他一字不曾提到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却隐晦地将矛头指向我。我看着视频不断发酵，大量的粉丝纷纷打抱不平。公司里都知道平日里我有多护着他，所以此时运营部几乎全面死顿。我让人送走林石，喊来负责周耀之的经纪人。经纪人满头大汗：何总，周先生视频发出前并没有拿给运营部审核，所以这2天该进组了吧？经纪人被我突然岔开的话题有些意外，却一瞬间反应过来，是的，周先生总是不配合导演组要求，实在让人有些困扰。运营部的办事效率还算不错，不过半个小时，整个舆论就彻底转了方向。微博上周耀之已经开始解释，我没心情理会他的小动作，这次和林氏的合作才是重中之重。但我放过了他，他却并不打算放过自己。何总，林小姐想见您。我抬头随意朝外瞥了一眼，并没有理会。在之前，我对他的宠溺，全公司没有不知道的。曾经一次会议让他多等了10多分钟，我把整个秘书部上下骂了一顿。但现在任由林斐的电话在不停打进来，直接将手机关机。等到会议结束，我也将林斐过来的事忘个干净。看到我出来，他连忙追了过来，举起手里我们曾经一起做的对戒。何故？我需要一个解释。什么解释？从前倒没发现他什么时候这么有耐心了。我嗤笑一声，视线落在那枚对戒上，虽然不值钱，但我却始终戴在手上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他拿出来。周耀之的热搜是不是你买的？你要干什么？毁了他吗？林斐的声音冲带着火气，径直向我宣示着不满。何故？你知不知道他还有个需要上学的妹妹？你这样毁了他，他和他妹妹以后怎么办？果然是为他来的，这么在乎你的小男朋友。这句话说出来，我以为我会愤怒，会难受，可真正说出口的一刹那，竟没有任何感觉。我真的不爱他了，他是我公司的艺人，我怎么规划和你没有关系。但林文却只当我是在闹脾气，我又不会和他结婚，你至于这么小气吗？他看我始终不为所动，他索性不再装模作样，眉宇间满是愤怒和鄙夷。何故？
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们不就睡了2次吗？你至于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吗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小气？我们还没有结婚，婚前你也要管我。你和我爸有什么区别？只是睡了2次，我忍不住攥紧了拳头。我看着他精致的脸蛋，从没有觉得如此恶心。从前实在是没发现林斐能不要脸到这个地步。林斐，你求我放过你的奸夫，难道不应该低声下气地求我吗？我本想和他体面地分开，却不想林斐上赶着不要脸。他既然这样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我何必为他如此遮掩？这么多年的精心呵护，还不如当初为一条狗。他精致的妆容突然出现一丝裂痕，不可置信地瞪大的双眼盯着我，声音里却满是愤怒。何故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想让我放过他，你就来求我呀，听明白了吗？话音未落，他双眸瞬间起雾。从前我最见不得他这副模样，恨不得把全世界都捧到他面前。可现在的我丝毫没有动摇，我第一次对他如此硬气。僵持良久，见我并不像从前那样哄他，他倔强的眼神里满是愤怒。何故？我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？以前他每次这么威胁我，我总是会妥协，但这一次不会了，我不想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道：林斐，你不是想退婚吗？我成全你，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现在立刻滚出我的公司！何故？他尖叫出声，不敢置信地望着我。这可是你说的？嘴唇颤抖了一下，他恶狠狠地踩着高跟鞋转身离开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说不出的烦躁。何总，这婚姻和合作一样，可得仔细着。临时突然不知从哪里走了出来，手自觉地搭在我的肩上。我有些意外，不知道他都看到了多少。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他白了不解风情的我一眼，娇笑着：你和姐姐退婚了，但婚礼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不用多浪费，不如这个婚和我结吧。不要说笑了。他笑得人畜无害，我却清楚他那满肚子的坏水。看我不信他的话，临时委屈地掏出手机，在我面前挥了挥。何总，别总是一副吃枪药的模样，这样不好。手机上周耀之和林斐热吻的视频在开始循环播放，画面中的3个人清晰可见。我嗤笑一声，抬头看向面前的人。林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临时侧坐到我的桌上，高跟鞋的鞋尖踩在我的椅子上。他望着我，笑得灿烂，和林文相仿的眉眼晃得我一时失神。何总，交易嘛，本就是你来我往，炙热多一个资方，对何总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吧？我不理解，因为周耀之，我早就准备好彻底砸了这部戏，临时不可能看不出来。他投资这部戏的结果，最多就是要林氏和何氏彻底捆绑。但我最讨厌被利用，他既然有钱，那就让他砸好了。手机屏幕还在闪烁个不停。林斐从没有这么迫切地联系我，我全程装看不到，一直工作到半夜才起身准备离开。不想竟看到守在公司楼下的林斐。我本想掠过他离开，却被他挡在身前。你和我退婚，是不是因为临时？他尖锐的声音无不彰显着愤怒。我懒得和他掰扯，一旁的保安和秘书皆是不敢动弹。你们先回去吧。何故？你为什么要和那个贱人搅和到一起？你明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，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关系，你还要和他合作？我用力掐着眉心，当初与林氏合作的确隐瞒了他。林斐，我是个商人。放屁！一边说着爱我，一边和那个贱人搞在一起，你真让人恶心。林斐对着我不停发泄，我安静地站在一旁盯着，看他事到如今还想着倒打一耙，我真觉得自己有病。
保镖得到我的示意，直接将人拉开。我只给你2天的时间，退婚这件事处理好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他愣在原地出去，我绕开他上了车。公寓里，我躺在浴池里，格外疲惫，不知怎么就想起小时候与林斐的第一次见面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看着眼前陌生的女孩，警惕地后退几步，她却不依不饶地再次靠近，柔软的小手一把按在我的手上。你明明也喜欢画画，为什么要撒谎？我窘迫地看着她，在她开口叫妈妈的下一瞬，我直接将画笔扔掉。和叔叔、哥哥也喜欢画画，真的。说着，他从身后拽出我没来得及擦干净的双手。爷爷对我的期望很高，我不敢表露一丝与学业不相关的喜好，却不想爸爸妈妈却突然笑了起来。哥哥喜欢的东西，为什么要装作不喜欢？喜欢就要全力以赴。那时候他的妈妈还没出意外，他还会软糯着叫我哥哥。是他告诉我，喜欢的要全力以赴去争取。原来不是所有的争取都是有用的。我将自己淹没在水里，直到快要呼吸不上来才起身，却看到坐在面前的林斐，他浑身湿漉漉的，双眸更是漂亮的不像话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想将他赶走，但在抬眸的瞬间，他却突然吻了上来。我不可置信地愣住，却听清他口中的低喃：这样你就会放过他了吧？我瞬间如遭雷劈，饶是他再一次主动，我依旧没有动作。滚！林斐脸上的红晕还未褪去，身子瞬间僵硬，他眼眶泛红，死死盯着我。我直接将他推出门外，不在乎门外不停的拍打声。我沉默着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泪不受控制的从眼角滑落。我想擦掉，却怎么也擦不完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。杰西，今天去剧组。我的声音沙哑，拿着手机离开。剧组里，周耀之看到我的瞬间收敛了许多，却故意露出手腕上的手链，那是林斐亲自给他设计的。曾经我求了许久，他都不曾同意给我设计。我自嘲地轻笑一下，双眸直勾勾地盯着周耀之。何总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导演瞬间朝我跑了过来，周耀之连忙转身离开，过来慰问一下艺人。我皮笑肉不笑地回答。正式试戏开始，我直接挑了周耀之饰演男主角挨打的戏份，看他一遍一遍过，即使对手再怎么收着力，周耀之也难免伤痕累累。我的怒火得到宣泄，但当天晚上何氏总裁欺压霸凌的通告就发得满天，更是被有心的对家炒了个底朝天。早知道我就不该下你这个注。办公室里，临时坐在沙发上，怒不可遏，那眼神恨不得把我吃了。你现在想退也还来得及。我朝他礼貌笑笑，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。哼，我向来落子无悔。他说着，甩到我面前一份资料，看来极力想促成这次合作的不止我一个人。看着详细的进展，我心里的石头稍稍放下不少。办公室再次进了人，我烦躁地抬头，林斐脸上丝毫没有昨晚那样的神情，怒气冲冲地瞪着我。何故？你怎么能这么卑鄙？门外的秘书满脸惊慌。何总，林小姐说谁敢拦她，她就死在何氏集团。我眉头紧蹙，林斐却不管不顾，就要上前，但被临时伸手拦住。姐姐这么着急是要做什么？你个贱人，给我滚开！她动作粗鲁，将人推到地上。我连忙起身将临时扶起。你向着他。看到我扶起临时，林斐愈发疯狂。何故？你是我的未婚夫，现在却护着别人。临时被吓得躲到我身后，我无奈将张牙舞爪的林斐推开。我说过退婚，你好像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你和我退婚是为了他，
是不是？林斐发出一声尖叫。我从没见过如此歇斯底里的林斐，却更加不想理会，喊来保安将不停叫嚣着的林斐扔出去，让秘书以后直接不让他进公司。就听到林石在耳边低声说道：“何总，这下恐怕真的出大事了。”林石举起手机，不知道哪家媒体将那天试戏的视频发了出来。视频里只截取了我打周耀之的画面，而且极为模糊，加上今天有人爆料的片场画面，我现在可真算是红透了。舆论不断发酵，我反手将电脑关掉，手机再次响起，看着陌生号码，我还是选择接听，却不想对面竟然周耀之的声音：“何总，我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会把你最珍视的东西毁掉，我是不是就快要做到了？”熟悉的话语让我的记忆瞬间回到7年前的冬天。林斐想要学骑马，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，本就凝血功能不好的他，大面积的出血，瞬间被下了病危通知。我瞬间慌了神，整个医院需要输血的病人都被转走。我守在林斐身边整整1晚，看着他的体征好不容易回归正常，打开病房门，却看到一个将全身遮挡严实的人。你是什么人？有钱人就可以这样肆意妄为吗？看着他一身黑子，我瞬间明白过来，道歉又做出巨额赔偿后，他却放话，总有一天要毁掉我最珍视的一切。听着周耀之的声音，脑海里男孩的身影越发清晰。如果你的这样有骨气，又怎么会收下我的钱？就算是乞讨，也得自己端个饭碗吧。那时候他离开后，我特意问过医生，当时车祸重伤的患者是极为罕见的血型，整个医院找不出所需之数，所以才建议转院并安排专车相送。可他竟把一切都怪罪到我头上，何故？我真的很期待你失去他后的反应。不等我再次开口，电话已经被挂断。我被气得发笑。这些年他在子公司待久了，当我是摆什么？不过1天的时间，整个舆论风向彻底改变。公司将周耀之的全部资料调出，并附上大量曾经陪酒的视频，其中不乏周耀之主动陪酒暖床的视频。舆论反转，我与林石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。庆功宴上，周耀之竟再次出现，他浑身遍体鳞伤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格外不好。谁把他带进来的？何总，他说要给您赔罪，我才放他进来的。不远处混进来的林斐正漫不经心地把手机镜头对准这里，我笑着与他拉开距离，轻拍刘经理的肩膀，让他去解决，自己则转身离开。何故？你慢着，不许走！周耀之在我身后叫嚣着，我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，越走越远。何故？好久不见！林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他偷偷录像的方式实在太明显。你那小男朋友可不在这。我转身准备离开，他却突然靠近，不等他触碰，我瞬间与他拉开距离。你又要做什么？对不起，之前的事是我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他小心地抬头，我却从他的目光中看出几分异样，视线逐渐模糊起来。我烦躁地甩甩头，眼看林斐一点点逼近，我却连推开他的力气都没有，浑身的燥热让我莫名的不安。他竟敢给我下药！林斐，你要做什么？老公，过了今夜，你一定会原谅我的。说着，他朝我抓了过来，我用尽全力挣扎开他的手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你本就是我的未婚夫，只要我有了你的孩子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浑身没了力气，眼睁睁看着他将我拽到角落。我真的后悔了，早知这样，我一定会把那段视频放出来，让他彻底在东关消失。何总，
就在我彻底绝望的时候，窗帘被突然拉开，林石和2个保镖冲了过来。当林石将我和林斐隔开，我彻底撑不住，晕了过去。医院里，我看着眼前的天花板，头痛欲裂。清醒过来了，伴随着熟悉的声音，我看到黑着脸的林石，人已经被我送进警局了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四目相对，我隐约可以查看到林石眼中的愤怒。这件事是我的疏忽，竟然被下了药，还没有察觉。对不起，还有呢，谢谢。说完了，他语气不算友善，我有些心虚。现在合作正是关键时刻，我若真出了事，恐怕就要毁之一旦了。当初劝他不要下注，也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突然发病。不过眼下看来倒是不会了，你放心吧，我绝不会再让林斐和周耀之有任何机会，他们一定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然而我没想到周耀之的速度会这么快。何总，网上的舆论压不住了，我还躺在床上，周耀之那边就已经开启了直播，不停卖惨。他坐在我家别墅前，哭得跟上坟一样。大家快来看啊，就是这个何故，他不仅多次折辱我，害死了我父母，现在还关了我的女朋友，这世道就真的没有一点天理了吗？他把镜头对着我家，言之凿凿，声音里的哀戚和悲壮，听着我都想为他打抱不平。看着赶来的警车，他又再次开口：人民警察不为人民，他们沆瀣一气，哪里还有公平可言？方才还为他愤愤不平的警官瞬间冷脸指责：周先生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你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。不得不说，他很会找热点，也很会制造热点。我所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，你们狼狈为奸，意图捂住我的嘴，我忍不住别开脸。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死忠粉的？我急忙回家，路上却接到林石的电话，林斐已经回家了，父女俩正一肚子坏水，准备从你身上咬下块肉，不知是不是脑子还不清醒。我竟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一丝关心。何故？你这样的人简直牲畜不如。周耀之还在叫嚣着，但我也已经赶到了现场，这场闹剧是时候结束了。我拿出从前收藏的相册，里面还有当初订婚的照片。周耀之，你说的女朋友是指这个从小和我青梅竹马，甚至订婚了的女朋友吗？网上的营销号瞬间开始发动。周耀之，你利用我前未婚妻接近何事？利用刘经理一步步往上爬，利用不知真相的网友炒作，甚至公然污蔑警察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大众的愤怒瞬间被点燃，周耀之还要反驳什么，却被警察直接带走。何故？你别以为控制了我，买通警察就可以逍遥法外。他手机里的直播还没关闭，多亏了这场直播，否则我可真的有了买通警察的嫌疑。舆论彻底反转，各种证据更是把周耀之和林斐锤死。网络上各种谩骂无穷无尽。我沉默着关掉手机，与林氏的合作因为这场直播直接利益最大化，成功续约了5年的合同。这次的事多谢你。林石神色冰冷地看着我，并不开口。你没事我就先走了，有事。见他要起身，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意识到不妥，我又迅速放开手，却又生怕他一走了之。林石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炙热投资的时候，我就有些疑惑。林石是个绝对优秀的人，他有勇有谋，行事果断。可我那时候并没有往那方面想，毕竟我实在算不得良配。喜欢就是喜欢，我不像你，什么事都支支吾吾的。说着，他就要甩开我的手，我却把他拽得更紧，
又生怕伤了他，只能跑到门前将门反锁。他看着我，却突然笑了起来。何故？你这是要我报警吗？临时，我不知道自己对你是什么感情，可我很想抓住你。看到你和别人在一起，我会莫名烦躁。周围人都说我不懂爱，但我可以学。你愿意给我这个时间吗？我小心翼翼地开口，眼神慌张地观察他的反应。他却收起了笑，十分严肃地看着我。何故？我这个人比较小气，你如果要我答应，那你就不能再和林斐有任何关系。我保证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瞬间举手发誓，看清楚他嘴角的笑意。我得寸进尺地向前走近一步。你同意了？不等我再次靠近，助理在门外大叫起来。我不耐烦地翻个白眼。他今天最好有事。何总，林小姐要跳楼。他看到林时的瞬间，声音小了下去。所以呢，出了这么多事，我还能不追究他责任？已经是看在我妈的面子上格外宽容了。他在何氏集团的33楼。他声音越发小，不安地抬手往上指着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瞬间反应过来。林时，你等我。说完，我迅速上楼。楼上消防员和警察已经围成了一片，楼下的措施也都准备妥当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就该同意我爸的翅膀形状。何总来了。不知道谁喊了一声。林斐回头的时候，满脸泪痕。我不耐烦地靠近，他望着我，满眼委屈。何故？看到我这样狼狈，你开心了吗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周耀之的背景，故意等着看我的笑话？他声音哽咽，像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，仿佛一次次把周耀之护在身后的不是他。你倒想干什么？我已经知道错了。我们不取消订婚好不好？我们结婚吧。他望着我的双眸，满是认真。我却瞬间笑出声来。我何故在他眼里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正准备开口，身边的林时却抢了先。你敢跳下去吗？周围的人瞬间议论纷纷。我一眼瞪过去，几名看热闹的员工纷纷离开，消防队员的目光始终落在林斐身上。他是个娇气的，小时候被蚊子叮一下都得打我出气的人，怎么可能有勇气自杀？也就吓唬人罢了。小时候你摔碎了我的玩具，怕被爸爸惩罚，你先发制人，大哭一场。你削苹果不小心划伤了手，污蔑我妈动手打你，稍微磕着碰着都要大闹一场。但凡爸爸有一点偏心，你就会不停地毁坏我的东西发泄。林斐，你这样自私自利的人，你敢往下面看一眼吗？我心疼地看着林时，他从前竟受了这样多的苦，而我很有可能是让他受苦的帮凶之一。怪不得他拼了命也要成立林氏，成为掌握话语权的人。明明脸上云淡风轻，整个人却微微发抖。我轻轻握住他的手，尽力想要给他一丝安心。你们果然在一起了。林斐瞬间尖叫出声。消防员看准时间，一把将他抱了下来。他精神状态明显有些不对劲。医院里，郭父看着我和林时，莫名有些心虚。小时，爸爸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？他声音清冷。郭父尴尬地放下手。林斐以后是死是活与我无关。郭伯父，你实在不配称为一个父亲。林时拉着我转身离开。办公室里，我看着他，满眼心疼。我以前究竟都做了什么蠢事？何总，别这样看我。林总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会读心术呀。我挑眉凑近一些，终于看到他脸上的笑意。林总，我觉得感情可以慢慢培养，但是名分得先定下吧。我不管不顾地拽住他的手，他稍稍反抗下，还是同意了。看着他明亮的双眸，我轻轻吻在他的额头。林总，
以后还请多多关照，好好关照。何总，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